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女生中长发的修剪教学，快速的运用3个区域做完修剪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做中长发的修剪教学。那我们今天长度不动，我们做刘海跟层次的调整，就可以让它度过这个过渡期，而且让头发的轻盈度变得更好。我们总共分3个区域：刘海前侧区，然后中段跟后面，这样3个区域做调整。刘海的部分啊，我们做脸型修饰，两侧做一点微层次，后部区做一点调亮，这样整个技巧就可以快速的完成了。刘海的位置啊，我们先找到头顶最上面的位置，往前分一个三角形。好，那第一个区域就是先把刘海这一区先划分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位置，那我们先把它夹起来。第二个区域呢，我们抓到耳朵上面这个长度，那从顶部这样划分下来，就是这个，然后把它夹起来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1、2、3个区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区域就是刘海的三角区，第二个区域就是侧部到耳朵上面这个区域，第3个区域就是后面这一整个后部区，它是不需要分区的。那我们要保留的就是这里的长度，因为如果这里剪了，它长度就会变短。所以啊，我教过大家最好看长度的位置，就是把它放到前面，然后从这里去做一个长度的修剪。把它发尾比较分叉、比较虚的位置，我们先修掉。修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做调亮就可以了。好，头发我们往前放下来。那从这里啊，我们把这种比较虚的头发修掉。然后在修之前，先头发梳顺。那你会看到啊，这边是比较虚的，我们直接剪一个水平，把分叉修掉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梳顺。然后对另外一边，那把这里的长度修顺。好，那这样第一个步骤啊，分叉修完了，你就不会动到它的长度。那第二个动作呢，这一区我们就要做滑剪的动作，把它的线条柔和感再让它轻盈一点，因为现在它整块太厚重，它就会堆积在后脑勺，显得我们脖子看起来是比较粗的。所以这一块我们做一点调整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头发摆到后面，那拿出我们的弯刀或者是滑剪都可以。那我们直立分线去做修剪。直立分线的话，我们从侧面开始，然后修到另外一边。那直立的划分，画下来之后，把头发垂直提拉出来，然后从发中到发尾做一点弧形的调整，让它头发空间啊这样微调出来。然后直立分线哦，这边都是采直立分线的。那拉出来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边头发比较多空洞的，就不要去剪了。然后调头发的2/3的位置，然后把它发尾末梢稍微调整一下。那每一边啊，从中间这样1、2、3片，另外一边也是3片，这样总共后部区6片就可以完成了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将两边调整过的差别。调整过后啊，你会发现这边调整完的头发柔和感、发尾内弯程度比较明显，因为它的轻盈度比较好。那另外一边还没调整的，你会发现它就是很厚一块、很厚重，所以啊，它这种就会很容易造成头发的乱翘，或者是你会觉得它这边就一坨头发在这里，所以是不够轻盈的。那接下来另外一边我们继续做调亮，一样是1、2、3片去完成。那我们拉起来，角度提拉往外90度，那弯的地方朝自己，这样由上往下做调整，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去做一个线条的调整跟调亮的动作。记得哦，我们在滑剪的时候啊，顶部区最上面这一层是不要动到的，只能动中间。然后你会发现，我到越上层的时候，我是调的越尾段。好，这样后面的长度跟层次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进行两侧侧面这区放下来，放下来之后呢，我们顺着后面刚刚剪完的层次，往前45度角提拉。这样往前提拉，往前提拉之后，你会发现这边是我们刚刚剪的一个长度，这边是两侧比较长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点剪的动作，把它做连接。
好，这边连接完一个弧形之后呢，我们手再往后放一点，预留大概3个手指的长度做深点剪。我们制造出这种锯齿状的效果，完成之后你把它放下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啊，它两侧啊是有一点长度的一个层次的。那我们另外一边用一样的手法去完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中段也已经完成了第2个区域，你会看到它剪完之后这一块的层次啊、空间感就会比较明显，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长度。那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刘海修剪。刘海的话，我们会先针对五官去做一个调整，比如说，我会先去看模特的额头高度到颧骨的位置到下巴，然后再来我们会去看到它下颚这一块的长度哪里需要做修饰的。亚洲人最常见的就是颧骨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刘海千万不要比颧骨短，除非你是那一种妹妹头短刘海，不然中长刘海建议都是在颧骨下方2个指节，这样它才会有一个弧形下来去做修饰。那两侧这边腮帮子这里再做一点线条的微调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头发放下来。那因为刚刚夹过啊，它一定有一点痕迹，所以啊，我会建议大家先喷一点水。然后大家有看到它的头发的长度啊是比较长的，那我们接下来今天设定的长度啊会大概在它鼻子到嘴角的位置，也是一个长刘海，让它左右都可以去拨一个设定。然后我们在剪的时候，我们先设定长度，从这个大三角形再分一个小三角形的位置，这里是我们最短头发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请模特下巴抬高，然后放到它嘴角的长度。如果你希望它拨起来那种空间感更好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拉到下巴，然后在这里剪一个点剪，这样长度就出来了。那我们再请它转到侧面，侧面的时候啊，我们把两侧这头发的长度先设定出来，像这里的长度我就会设定在它锁骨的位置，然后做一个平行修剪。然后再把它这2个区域做连接，从中间这里最短的，刚刚我们这是我们修剪的导线，那导线常会在这边跟我们下面锁骨的导线去做一个弧形连接，这样连接起来之后，让它再柔和一些，做一个深点剪的动作，让它发尾末梢有一点锯齿的效果。那这样修完之后啊，你放下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啊。它的柔和感是这样弧形进来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做造型的时候啊，它的蓬度只要拉起来，它的修饰度会直接在我们颧骨这里做修饰。所以我们另外一边也用一样的手法去做完成。那我们接下来剪发、刘海这样也完成了。那我们整个3区刘海、两侧跟后部区以上简单3个步骤就可以剪完了。最后我帮它稍微做一个造型，让大家看整体后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造型已经完成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这样的刘海的修饰度啊，效果会刚好，它会落在它的颧骨的位置。那两侧的波纹呢，它的层次就会比较明显，然后有一点修饰的效果，跟内层的一个内弯的一个感觉。这样的修饰度啊，在中长发的效果是非常好的，而且你留长之后烫大波浪都是很好看的。那特写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哦，这种刘海的感觉啊，它的长度会刚好从颧骨的位置去做一个修饰的效果。那它两侧啊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外翻跟内层一个这样的内弯的效果，这样的组合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中长发的造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剪发到这里就完成了。我再重复一次，我们今天的3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刘海三角区夹起来，第2个步骤耳朵侧部区夹起来，第3个步骤就是我们后部区，我们先放到前面做修剪，修剪完之后后面做滑剪的调亮，调亮完之后我们两边往前45度做去角跟深点剪，最后就是刘海的修饰，依照它脸型的颧骨的高度去决定它刘海需要的修饰效果。最后它的造型我就帮它做一个内弯的夹卷的动作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了。好，教学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对我们今天影片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。这边附上 IGFB， 这边有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